大家好，本期视频跟大家讲一下中国汽车的环保政策。本期的主题是年检跟报废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在2010、2011年的时候，我家买了第一辆小汽车，是一辆皮卡车，价格也不贵。那辆车其实我们是拿来当工具车用的。为什么我们家当时会打算买一辆皮卡车呢？因为当时中国的路况条件很差，特别是那时候我们经常需要回到农村。那时候的农村不像现在的农村都基本上是水泥路，那时候的农村都是泥石路，路况条件很差。而且当时的时候，中国的高速公路很少，我们大家出行的话基本上是走国道的。国道上面有很多的大货车、拖拉机，还有三轮车，特别是大货车。大货车的话，打个例子，比如有100辆大货车，有95辆基本上都是超载的，而且他们大货车超载会把路面压的全部都是裂痕，到处是炮弹坑，而且维护的话也不到位，所以说当时的国道路况也是很差的。我们买皮卡车的话，第一个是皮卡车它有个车斗，它能装很多货，载货能力强。其次是它皮卡车它的底盘高，路面通过性也很好所以说非常的抗造。那时候我在车上的话，其实我经常听到我家里人跟家里朋友们常讨论到很多有关车的话题。有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，当时无论买多好的车，基本上15年左右就得报废的了。这跟当时的中国的政策有关。当时中国车辆的政策是，就是关于家用车的政策是，家用车每年它得年检一次，然后等了到第15年的时候，就得一年检2次，也就是说每半年要把车送去年检一次。每你每检测一次的话，你又得花不少钱，而且你检测了你还不一定能过。所以话，当时检测的话不通过的话，还要找到那些黄牛党。黄牛党就是用一些非法手段的中介，他们会帮你把车给年检通过。所以说你还要另外给小费给那些黄牛党。所以说你一年检测2次，你得花很多钱，基本上是检测到你不想检测，也算是那种变相强制报废的了。所以如果大家来中国旅游的话，你们会发现在中国的道路上其实很少发现有超过15年或者20年以上的那种老车的。不像欧美国家的话，你经常能看到那种开了几十年的那种经典款车型。不过现在的政策也改了，现在的政策是你新车10年内的话，只需要第6年去检测站那里检测一次，其他时间的话，你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就行了。私家车如何申领年检？首先打开交管12123，点击更多，点击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，点击车牌号继续办理，阅读并同意。下一步，获取验证码，输入验证码提交，受理完成就可以啦。等从第10年开始，就每年去检测站那里检测一次，其实也方便了很多。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每年去检测站检测完之后，都要在车窗的玻璃上贴一张年检标志，那张标志很难撕掉的。不过现在的话，基本上不用这种标志的了，因为中国现在的道路上很多的摄像头，你一经过人家摄像头一拍就知道你这个车有没有年检了。而且就是现在你新车第6年去检测站那里年检的话，其实是很容易通过的，因为你的车比较新嘛，检测站的人他们不会为难你的，通常他们都会直接给你过的。因为现在的检测站很多，竞争也很激烈，如果你新车他们不给你通过的话，你就会去其他的检测站那里检测，所以话他们就会流失客户。
但如果说你是开了10几年、15年的这种老车，就不太好说的了。实拍6年以上的车年检流程。订车前注意3点：1、带好身份证行驶整交新鲜保单，电子保单建立财的；2、随车携带3脚架；第3、处理完交通违法。订车第1项外观检测，拍摄整一圈车身照片上传交管平台，检查有没有非法改装，检查远近光灯、路灯、示火等未响到影闪光灯是否正常，检查安全带是否正常，轮胎型号是否有原车相符，3脚架是否有。订车第2项环保检测，3元催化器连接位、尾气外观、排气口拍照，接入 OBD 检测，不同的车用不同的尾气检测方式。3项车辆性能检测，动态、底盘、制动、灯光强度等等。检测完毕拿到合格报告后，即可等待资料上传，领取检验合格标志。9座记一下车辆年检费用，纯电动约150元，燃油车约300元。详细资料及流程图在这儿，记得点赞收藏。理论上的话，中国的现在的车，只要你能通过年检，你就能一直开。老车的话，现在是1年1年检的嘛，但是排放法规它是不断更新的，就算你1年1年检，老车它都开了10几年了，零部件该老化的也老化，你发动机积碳该堆积的也堆积了，尾气排放那里其实是很难通过的。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去检测站尾气很难通过的话，我们就是在检测之前我们会加一瓶力膜，像我买这瓶，你看这个是德国的力膜积碳清洗剂，其实只要加一瓶积碳清洗剂或者是3元催化这些，去年检的时候尾气排放一般都能直接通过的了。其实年检的话，它主要是检尾气跟 OBD。尾气那里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好解决，只要加一瓶力膜就可以的了。OBD 的话，如果你是开日系车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因为日系车它的传感器少，但是德系车的话，一个问题是德系车它的传感器本身比较多，容易报故障码。第二个是你德系车你开久的话，它容易发动机容易烧机油，而且漏水，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闪故障灯。如果是开德系车的话，平时要多注意保养。日系车的话，只要你正常保养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然后老车的话，即使你过了年检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一直在路上开，但是有很多的大城市，其实他们都会给老车有一些限制。比如说广州、深圳，他们就禁止一些比较老，比如说国3标准的汽车、柴油货车就不准进入广州跟深圳，因为你广州跟深圳的话，大部分人去工作的城市其实都是像广州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这种城市工作，他们是不给你这些老国标汽车进入的，所以你想在这些地方城市开车的话，你要么就买一辆符合标准的新车，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老车可以拿去置换。现在车置换的话，它有补贴，会比你直接去报废划算很多。比如说，你直接拿老车去报废的话，你只有4000块钱。然后你拿你的老车去置换新车的话，比如说一辆车10万块钱，你可以得15000或者2万块钱的置换补贴，其实也是为了吸引大家去淘汰旧车，去换新车。其实，在广州、深圳的话，是很少看到那种不达标的老的那种柴油货车的，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实行很多年了，我也没见过。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经常看见那些。以前我小学的时候，在城市的时候，经常有很多那种大货车啊，或者是皮卡车，他们的尾气排放很严重。你就算在人行道上，你也闻到那种很重的那种尾气的那种味道。所以老车其实他们的污染是很严重的。所以说现在他们为了淘汰掉老车，也出了很多政策让你们去置换掉。是我刚才说的国标，主要是讲的是国标的话，可以理解成它尾气排放的标准。比如说国三的话就是老国标的，已经是10几年前的标准的了。现在是国六的话，它分 A、B， 国六 A 跟国六 B。国六 A 的话，它主要是一个过渡，是给所有车企们的一个过渡时间。国六 B 的话就是一个全面实行的了，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所有新生产
汽车，它们都要符合国6B 的排放标准。你们可以理解成为数字越高，它的排放就越严格。那么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下一期的话我再继续补充。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观看。